前阵子传出中国全面出清在美资产，全球第2大黄金储备国也在蠢蠢欲动。到底又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有些分析师会注意黄金储备和美债储备？你知道一个国家的底气其实就藏在黄金和美国国债吗？听说巴菲特手握短期美债，这是否意味着美债已经没那么安全了？本集影片就要为大家一一解答上面的重大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，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央行存钱的方式，长者对国际局势的表态。你以为中央银行的钱只是躺在保险柜里，平时没有任何作用，那你就错了。中央银行怎么存钱，存哪种钱，其实是一门非常高级的政治与金融语言。我们讲的黄金储备跟美债储备，就是各国中央银行放在资产表上的2大法宝。它们不只是用来保值，更像是在告诉世界，我信任谁，不信任谁。先从黄金说起，黄金是什么？它是实体的东西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，没有人能跑出来说，这批黄金我不让你用了，不管是美国、欧盟还是谁。这种独立性让它成为很多国家在地缘政治紧张时期的保命钱。举个例子好了，你是中国或俄罗斯的央行，你会不会怕某天美国不高兴，把你放在美国的资产给冻结了？你当然会怕，所以你就会去买黄金。因为黄金不在美国手上，它放在你自己的地库或者瑞士银行的保险库里，谁也动不了。这就好像你自己家里藏些金条，哪怕银行关门了，账号被冻结了，你还有最后的底牌。那美债又是什么？美债就是美国政府开的借据，你把钱借给他，他每年还你利息，等到期再还你本金。它的好处是好卖，全球市场上最容易卖掉的金融商品之一就是美债，就像你口袋里的现金，只要你要用钱，1秒钟可以变现。所以美债就像是一个流动性超高的理财工具，而且因为是美国发的，大家普遍还是有信心，觉得应该不会倒吧。这也是为什么像日本这样的盟国，几乎把大部分储备都压在美债上，因为他们信任美国系统，愿意跟美国站在同一边。不过这里有个吊诡的地方，美债虽然好用、好卖，但它本质上还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。简单来说，这些钱最后还是跑进美国的账本里。那万一你跟美国关系变差怎么办？他会不会哪天说，你这些钱我先不让你动？这不是天方夜谭，俄罗斯就真的遇过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，它的海外资产部分就被冻结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开始双轨布局，一方面继续买美债，维持现金流与国际贸易上的便利，但同时又默默加码黄金，把黄金当作一种万一事情失控的备案。我们来看几个数据。中国央行从2024年12月开始，连续3个月都在买黄金，从2279吨升到2289吨，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爆买，但重点在于持续、稳定，没停手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中国央行心里是有盘算的，黄金还是要握在手上，越乱的时代越不能少。不止中国，连印度和瑞士也在做一样的事情。印度的黄金储备从876吨升到879吨，瑞士从1039.9吨升到1040.1吨。尽管数字不大，但方向一致，加码黄金。那美债呢？中国也没少买，美债从760亿美元升到784亿美元。表面上看起来很奇怪，怎么两边都买？但其实这是一种对冲策略，黄金防制裁，美债保流动。这不是矛盾，而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分散风险做法。反观日本，它就几乎不买黄金，反而在2024年底到2025年初这段时间，大幅增加美债持有量，从1061亿美元升到1125亿美元。这就是典型的单轨思维，我完全信美国。所以当分析师在看黄金储备与美债储备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只看数字在涨还是跌，而是看这些背后代表的风险排序与体系信任。黄金储备在涨，可能代表一个国家对美元的不信任正在加深；美债储备在涨，则代表这个国家依然相信美国体系的稳定性与美元的流动性。黄金与美债就像是全球金融世界的2种语言，一个代表自主，一个代表信任。当你看到央行在这两边的配置变化，其实就像是看到一场无声的外交。每一笔钱的去向，都是这个国家在说，我对这个世界怎么看，我的立场是什么。关税一响，黄金疯抢。大家还记得那句老话吗？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这句话讲的是当世界陷入战乱或经济不稳时，人们会立刻把钱转进黄金，因为黄金是最古老、最可靠的避风港。而现在这一声大炮，不再是传统战争的炮火，而是川普打出的关税大炮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喊出对中国、对台湾，甚至对欧洲课征高额关税，动辄30%，甚至飙到145%的进口税。这些政策让全球贸易秩序动荡不安。
你要知道，一旦贸易壁垒升高，企业进出口成本暴涨，股市就会开始下跌，投资人信心就会开始动摇，资金也会从风险资产快速撤退。那这些钱跑去哪里呢？答案就是黄金。从2022年底开始，国际金价就像搭上了火箭，一路飙升。光是2025年这一年，金价就涨了超过20%。4月11日突破每盎司3200美元，到了4月17日再创新高，冲上3300美元。美国银行预测还不止于此，认为金价会一路升到3500美元，甚至高盛喊出年底有望挑战4000美元的天价。这不是寒爽的，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已经打乱全球资本市场的信心，连带让许多国家的央行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资产配置。像德国，身为世界第2大黄金储备国，竟然传出有意将存放在美国纽约联准会地底金库的1200吨黄金运回国内。那可不是小数字，这批黄金市值高达1130亿欧元。这个举动传递的讯号非常明确，就算美国是盟友，现在也不能完全相信你了。我要把我的黄金拿回家。中国更是早有行动，不仅早已将超过2200吨黄金悄悄运回国内，还持续为商业银行开放新的黄金进口配额。而这些配额可不是给民众买金饰的，而是为了让机构投资者和官方储备单位在全球经济不稳的时候，能够快速布局避险资产。你可能会问，那这些黄金原本都存在哪里？很多人不知道，全球央行的黄金很多其实都存在美国纽约联准会的地下金库。那是一座从1920年代就开始营运的高规格金库，里头总共有超过50万条金砖，总重超过6000公吨，几乎是地表上最安全的几个地方之一。但现在连这么安全的地方，各国也不想放了。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美债跟黄金，两者过去常常被视为避险工具。股市不稳时，大家会选一个来放钱。但川普现在的政策让美国资产的安全性开始动摇。美债虽然能生利息，流通性高，可是一旦出现政治风险，例如美国政府可能冻结你的资产，或用美元当成金融制裁的武器，那持有美债的吸引力就会迅速下降。相反的，黄金就成了更纯粹、更中立的选择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中国不断加码黄金。根据中国官方资料，到了2025年3月，中国的官方黄金储备已经来到7370万盎司，占整体外汇储备的比重上升到6.5%，未来还有空间继续提高。更特别的是，这一波抢金潮不只是投资市场，也不只是中国。你会发现，那些跟美国关系紧张或对美国有警戒心的国家，像是俄罗斯、土耳其，甚至印度，都在减持美债，同时加码黄金。他们不想再让自己的资产卡在美国体系里面，这背后就是一场资产的去美元化，而黄金正是这场转移的核心主角。回顾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10几年，许多央行原本对美债高度依赖，但如今美国自己也在变，债务问题严重，政治不确定性升高，加上川普回归后的激烈政策，让全世界对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信任正在瓦解。金砖国家更是这次的领头羊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2024年的调查，也有29%的央行表示未来1年内会继续增持黄金，这是自2018年以来最高比例。而像中国人民银行在2015年夏天突然揭露，已经在几年内默默买进600吨黄金，这种操作在市场上也早已不是新闻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不只是黄金价格的上涨而已，而是一个更大的趋势，各国正在从美元资产转向黄金资产。黄金这个没有国籍、没有利息但安全可靠的金属，正在成为央行们手中的新武器。川普的关税大炮，某种程度上等于是引爆了这一场全球的黄金大迁徙，而这场迁徙最终可能改写全球金融秩序。因为一旦大家对美元的信任持续流失，金融世界的权力天秤也会随之改变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我们正在眼睁睁看着历史写下了新篇章。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，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。我们6月中有场免费的投资策略讲座，用来破解川普政策说变就变的投资策略，可以大幅降低突发事件导致的严重亏损。只要你是5月的新订阅户，就可以免费报名。分析专栏的订阅连结就在下方资讯栏，有疑问也可以敲敲小帮手协助。巴菲特为何手握短期美债？今年4月，当全球股市剧烈震荡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还是稳得好像知道这一切早会发生。这个人是94岁的华伦·巴菲特，他早早就把资金调好位置，等着下一次出手的最佳时机。而他现在选择把钱塞进你可能想不到的东西里，短期美国国债，不是 AI 股票，不是比特币，也不是那些正在狂飙的科技股，而是短短几个月就到期的美国国债，像是财政部每周拍卖的3个月期、6个月期的短债券。我们来看一个惊人的数字，根据最新财报，
波克夏海瑟威公司手上握有3008亿美元的短期美债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美国整个短期国债市场大概6.15兆美元，也就是说，每20块钱的短期国债里有1块钱是巴菲特买的。这已经多到什么程度了？比美国联准会自己还多。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时都惊呆了。巴菲特到底在干嘛？他不是一向爱买股票吗？不是说他擅长在市场动荡时捡便宜，怎么这次只抱着一堆债券？但其实这背后有他一贯的逻辑，而且比你想的还单纯。巴菲特说的很直接，他认为现在的市场太贵了，很多股票的价格都已经炒高，不只贵在本益比，也贵在市场的预期和情绪。这让他觉得，就算自己再怎么精明，也找不到值得买的标的。对巴菲特来说，买股票不是为了赚短线的价差，而是要长期持有，稳定获利。所以当他看到市场一片疯狂，他选择做什么？他不贸然出手，他把钱放在最安全的地方，等待机会来临。这个地方就是短期美债。短期美债的好处在哪里？首先，它几乎等同现金，3个月、6个月一到期，钱就回来了，灵活又安全。而且现在的年化利率落在4.3%到5.3%之间，这么一来，光是利息收入，一年就能让波克夏赚进130到160亿美元的现金流，这不是零风险的收益吗？对巴菲特这种老狐狸来说，现在他不是在投资市场里冲锋陷阵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囤弹药。万一市场真的出现大修正，他手上这些流动性极高的短期债券就可以立刻转成现金，砸进那些跌到价值低估的股票。到时候市场越恐慌，他就越兴奋。投资这件事最怕的不是看不懂市场，而是明明不懂还硬要冲。他常说，如果有人告诉你可以快速赚大钱，你应该立刻说不。这种看似保守的投资哲学，其实是他数十年来稳健获利的根基。他不碰自己不了解的东西，也不会因为市场正在狂欢就跟着跳进去。他一直在等市场从疯狂变理性，等价格从高估变低估，等那个真正的机会。所以当大家还在追逐最新 AI 题材，抢搭加密货币列车，巴菲特在干嘛？他买短债，不是因为他保守，而是因为他知道下一次捡便宜的机会总会来临。无论是黄金储备还是美债储备，都和国与国之间的局势、外交立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近期时局实在变化太快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，你有做出保命的准备吗？如果存着侥幸的心态完全没有准备，当风险降临的时候，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但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预防这种天大的风险，可以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小帮手，了解我们的未来资产规划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。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。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，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